最近坠楼的4位企业家都才5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中共如此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他们就不怕经济进一步恶化吗？他们还真不怕，背后的原因啊，要超出你的想象。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30号。我发现最近坠楼的人呢，至少有4个知名人士，我们来简要看一下。最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逼死他们的人啊，一点心理负担没有，有的时候可能还乐于斩草除根。我们看国内的新浪财经报道，7月28号，留置措施解除3天后，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被曝坠楼身亡。前几期节目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不再赘述。实际上在他之前呢，陆续也有人坠楼。我们来看，就在10天前的7月17日凌晨，广州53岁的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刚刚从高楼跳下，第二天亮家居宣布破产清算。这个是53岁正值壮年啊，跳楼了。那个居然之家董事长呢是56岁，实际上6月份也有一个跳楼的，也很年轻。我们来看6月份，著名电梯生产企业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文超也以同样的方式离世，54岁。刘文超是中国电梯行业的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以高强度工作在业内闻名。业内有人表示，刘文超这样的东北硬汉终于也扛不住了。实际上还有第4个。再往前是绍兴金点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光军，今年4月份跳楼身亡，享年56岁。这几位啊，都才50多岁。你看吧，很多20、23、10岁刚刚毕业的人说，你的梦想啊，就想我要创业当老板，成为亿万富翁，这是多少年轻人的天花板。因为在这个年纪50多岁，要人脉有人脉，要资金有资金，要团队有团队，每个人名下至少有若干个印钞机。因为这几个行业呢，它都是做家装啊、房地产相关行业，每一家分公司某种程度上它都是一个小型的印钞机。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跳楼了呢？再活20年不香吗？根本原因啊，一会儿我告诉你。首先，国内的媒体啊，他都告诉自己的观众，当然了，他不得不这么说啊。他说，首先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房地产卖不动了，然后呢，没人买房，没人装修，所以才导致这些啊债务压顶，是因为被债务压死的，和我党没有啥关系。实际上，这个就是赤裸裸的谎言呢。首先啊，这几个人呢，他都有被留置、被当地政府啊打游击找麻烦的先例。我们刚才说第一个56岁跳楼的是刚刚被留置解除3天，他留置了整整3个月啊。这3个月里，有人讲啊，他也度过了生死不明的3个月，出来的时候人都没人形了啊，就剩骨架了。那里边肯定是严刑拷打。当然了，现在又有人提出来，家装行业啊，还有一个大鳄也在煎熬当中，他可能连跳楼的资格都没有。这个人就是红星美凯龙的老板，叫车建新，是江苏人哈。他现在呢正在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省监委正在留置期间，他还没出来呢。因为在留置期间啊，你根本就上不了楼顶，你真正的在那个屋子里啊，墙壁都是软绒的，就连牙刷都是软的，你想自己门都没有，你必须配合呀，把你手里的钱全弄出来，才会放你走。至于说车建新怎么样，咱们密切观察吧。我们想说呢，国内媒体啊，他有一个说法说，至于说居然之家老板跳楼是因为他套现，他违规了，这个屎盆子不应该扣在这位已经去世的企业家身上。我告诉你的数据你就清楚，到底是他本人套现，还是他代别人套现，他本质上不就是一个鸬鹚白手套吗？我们看新闻报道呢，是套现是在4月21日啊，长江商报在
汪林鹏突遭留置5年套现，分红落袋40亿，居人之家净利连降，转型民大考。他就提到2023年7月份，居人之家有个控股股东，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叫居然控股。这个我感觉大概率是一个给官员代持的这个壳。大家看这个报道，上市以后，他分4次减持，共计套现26.76亿元。然后呢，叫汪林鹏持有是居然控股94%的股权，就是套的钱基本都是他的，那都进他的钱包嘛？还未必。我们再往下看，在期间他获得的分红呢是接近20亿。综上所述，套现加现金分红，汪林鹏获得超过40亿元。那我们就得看了。上市以后，他直接拿了40亿，他怎么可能都给自己呢？我们看一下他出身呢，你就明白了。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1999年年仅30岁的汪林鹏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接管了居人之家，从机关走进企业，也开启了他在居人之家的奋斗生涯。他原来实际上是中共的人在机关里边是临危受命，让他去搞居人之家，你就清楚了。他不就是后边一帮拿钱的人的白手套和代言人吗？3年套40亿，怎么可能进他一个人口袋呢？当然，客观上他自己也会留一点那我们来说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全不是行业，就是要逼他。我们讲一个深层名词原因呢，各地他都在找钱，税源不行的时候，那你就只能把钱呢往企业家口袋里边去搜。他目前呢没有别的办法在这儿呢有一个佐证，就是他在去年还开了个直播，叫做老汪不躺平。他直播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应对这个危机在这个逆境中我们要面对然后要这个继续前进，带领团队。他根本没有想死的想法，他这个想死完全是进去这3个月他直接想明白了。他认为自己无非就是一个卢磁，我都56岁了，我把拿到的钱基本上都吐给你们，现在连账上的资金，我的股权你都要冻结，这企业的贷款还怎么还？企业还怎么弄？我出来以后这帮烂摊子，最终你们呢从来不给我分担，所以说他是破灭了。另外这些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同样被边控了，有的人走得早，有的人呢他自己被边控，他的老婆孩子呢也被边控了，等于外边也没有可惦记的了。所以说我们讲第二点，企业家他被击倒了，他实际上自己的幻灭感和他的绝望压倒了他。50、60岁觉得我再活20年跟前20年有啥区别？仍然是殚精竭虑的，有的人把胃都喝伤了把肝都喝没了，都移植了，仍然把赚的钱一分不少的又吐出去了。所以他对未来20年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不想再经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选择什么？干脆是一了百了另外呢，我们讲的是第3个共产党他这么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怕说企业都走了，谁还给你交税呢？实际上这背后有个巨大的博弈，是什么？你看这些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它有些是有利润的，它大概率它都有一些负债，有的负债率呢60%到70%也不算特别高。你像这个居人之家去年还有利润，还有几个亿呢。但是当地的企业，包括湖北的企业，包括各地企业它在归拢自己辖区内可以杀的鱼可以杀的那个养肥的猪，他一看你账上还有钱，但是你有巨量的贷款，那款首先是更多贷的是中农工建交和全国股份制银行的，这个钱某种程度上呢是地方和中央的一种博弈。你有钱谁先把这钱拿到，他就是谁的。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是省长，你省里的很多重要的企业贷了这些钱，那他不还的时候企业抽贷直接冻结完了以后那些央企他为了降低损失，他算是把钱拿走了。
而这些人上访啊、就业呀、什么什么到省政府门口挂条幅啊，这些事儿你省里你自己接这个烂摊子。所以说有些省里吃完这亏以后发现不行，还是得先下手为强。就是企业账上有钱啊，既然你有负债，我先拿过来再说，冻结了以后转到别的账户，你不说密码不行啊，在留置期间。所以它实际上是和中央政府啊，或者中央的银行来抢夺企业现在账上仅有的钱。至于说这个企业剩下来，它有没有可能就死掉了，就停照的呢？这个不是他最关心的啊，因为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大家要知道，他不怕人们啊现在造反，因为中国人有一个特性，你只要保证每天有吃的，不饿死，有没有薪水，他不会起义的，他不会造反，这是大多数的。你看3年疫情期间有人造反吗？没有，很少很少，无非是举个白纸而已，那算到头了，一满足希望又回去上学了啊，又去上班去了。所以说中共对于造反这件事儿呢，他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想法，你就是表达意思，仅此而已了。第二，只要我手下有10几亿的民众，这些人在他们手里他就是资源。如果说中国经济进一步这个恶化，他就配给制啊。说到底，你照样恢复粮票啊。你有粮票，你有吃的时候，你就不会造反。我认为啊，无论是老习也好，还是各层高层来好，根本不考虑现在有人起义，他认为这个还遥远的很，民怨归民怨，你抛个大馒头啊，他又去当牛马了，他就是这个，他看透了。正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这种德性啊，或者这种忍耐性啊，超长的忍耐性啊，他不怕，因为他清楚，最差我每天给你发白菜和萝卜，给你送上门，你不就行了吗？疫情期间不是已经测试过了吗？大家耐性很高的。第二，即使说经济啊，国内弄不了了，那出口个俄罗斯，出口个几百万人过去种土豆去，这不也能换外汇吗？既然说朝鲜能够把1、2万人给俄罗斯当那个奴兵，换回来导弹技术，那中国他当然也可以啊。或者说这些人你干脆到非洲吧，自己找食吃，把外汇寄到国内，你家人不能去，但你去可以。你国内不是当人质了吗？你每年汇多少钱来去采矿，为祖国采矿，这种事儿远远没有达到老共讲的那种危机的程度啊，应该目前还没到。那我们再说第三个呢，就是这些人不用担心企业家这种人尖子，这种经营走了以后，这不都成穷人吗？还完全不会啊。首先呢，我们讲在中共刚得的政权的时候，陈毅在三反五反期间啊，他乐于看到这些资本家、企业精英啊跳楼，因为啊，他每天一到办公室就得考虑，哎，昨天晚上有没有空降部队啊？有多少人跳楼啊？我看了一组数据，在三反五反期间呢，有85%的企业啊，已经是他们叫做五毒。你在五毒的时候，必须把你钱全拿出来，一点不留。所以导致这些企业啊无法经营了，无法经营呢，他只能选择跳楼。实际上，跳楼的只是说新闻爆出来的，有大量的人是投了黄浦江，有一些喝了硫酸、喝了药、喝了毒药，也有些人呢是逼疯了，死是没死，但是已经精神失常了。有的是中风了，详细资料有时间咱们可以专聊一期。陈毅在的那几个月时间，三反五反任务完成的很快，所以说资本家全部投降了，把所有的资产都拿出来了，有的命也不要了。所以说他有这种潜力啊，他的内心的独白就是说，这些资本家，如果你不是为我服务的，哎，无所谓。你们这些企业家确实白手起家了，有一些呢，你是依靠我的竞争对手后台，现在我做这个天下了，我就要收拾你们。收拾完了以后，那换上我的人，你企业不是还在吗？老板只要换成我的，我更好掌控。所以他对这种奋斗了几十年获得一些成就的我们眼里的精英人才啊，在他眼里也许是必须要处理的，处理完了以后，那总裁董事长他才能是我们的人呢。第四个呢，我们讲的是这些人啊，干这种丧活，把人往死里逼，把企业的流动资金最宝贵的资产都给抽了，他就不担心追责吗？有一天追责怎么办呢？他们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首先说，他们有一个想法是说，我只是干活的，我只是民警，我只是监委、中纪委的，真正下命令不是我，我无非也是执行者而已啊，我没啥责任。所以他们该刑讯逼供的时候，该逼人这个还钱的时候呢，他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那你要说有一天追究上面的人，上面人说我是开会研究的，这是集体决定的，那我只是个召集人，我无非是一个一把手而已。而实际上真正一把手的时候，你在追究他，他也有话讲。他说这不大环境如此吗？我肯定得救经济啊，牺牲个别企业家，我觉得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呀。那些人在他眼里他就成了一些代价了。所以讲啊，没有人担心有一天会被清算。甚至有一种想法呢，说这些人啊，你干脆别晃下去了，他从楼上跳下去了，或者是这个家破人亡了，这不更绝了这个有一天清算的办法吗？所以说看到人跳楼，有些人可能心放下来了，这辈子啊也不用担心会被清算了。另外我们想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执行者啊，他还有个说法，就是推个老旗。疫情期间，无论是各省、各市，还有各乡村啊，基本上都在产生封城，把道路全部封起来啊，甚至还弄上那个破旧汽车封起来。很多人是饿死的，上海很多老阿姨没饭吃，那要吃绿化带的。那你说这些人他不给当地人算账吗？不是的，当地执行者认为，我无非就是执行者，我市长怎么样，市委书记怎么样，不还得听中央的吗？最终他会把这个责任呢推给老习那儿，老习那儿肯定他得讲，我们这个疫情没经验，这不是交学费了吗？所以说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医疗挤兑嘛，很多人连住院都没有，在他眼里这就变成学费了。最终啊，没有人担心会被清算。最后啊，也是最扎心的一点，是这些人从上到下干这个脏活，他就不用担心说人道主义过不去，会不会把枪口抬高1寸呢？这个呢也很难。首先说啊，你要是有这个良心，你就根本进不了这些干脏活的部门，叫中纪委、监委啊，还有什么经警啊，这些必须心狠手辣，不然的话肯定会被清洗出去。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也是有总的这个原因的，深层的原因是中共从建政初期啊，他就不尊重生命，这个生命啊，甚至包括自己高层的生命。我给你讲2个数据吧。第一个呢是开始讲 AB 团时期哈，1930年到1931年这2年时间，当时他们搞了个叫国中之国啊，苏维埃嘛，那时候的总兵力就10万人，想搞起义10万人，你知道 AB 团杀了多少？杀了人数是4到7万人，也就是减员了40%到70%，一多半人杀了。他们觉得内疚吗？不内疚，他们只能认为那就是一个错误，就是要肃反。甚至老毛认为咱们这队伍呢是越来越纯洁了，越来越忠诚了。那死掉的这6、7万人，这一多半的人在他眼里是什么？这是忠诚的代价，纯洁队伍的代价。像赣南的分军区啊，有些连队100多人杀的，所有的军官全杀了。当然杀不是一次啊，他是分批慢慢杀的，互相举报，互相杀。杀完了以后，就剩那么几个战士了，不到10个战士，那100人哪儿去了？都是在这1、2年时间没了，自相残杀的。第二呢，我再给你讲另外一个数据哈。长征的时候，1934年10月份出发，中央红军出发是8.6万人，到了以后呢，只剩7000人了，也就是他们损失了90%以上的人马。但最终呢，到了以后啊，就开始大力的扩红。我说这个扩红啊，就是抓当地劳工啊，抓这个来当兵。你想一下，90%的军队都损失了，最终他垮了吗？他没垮。因为一扩红呢，他又起来了，等于这几万人他又起来，他不用担心这些东西。所以说啊，这些见过大世面的中国人呢，或者中共啊，他把人命有时候就看作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也许是90%。当你明白这儿，你就清楚，现在这几个50多岁的企业家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人原来开法拉利住豪宅的那些人啊，还没打完呢，慢慢来，你放心吧，
这种跳楼的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这儿呢也让我们想到了三反五反呐、公私合营这种熟悉的配方啊，无非就是一次回潮。如果有些企业家还没有看清这一点的话，那只能说啊，你有一天要面对这样的结局。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嘉诚或者像潘石屹那样能够提前看到这一点跑掉的。最后，你觉得这种事儿会继续下去吗？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另外，您觉得节目还行，欢迎订阅和点赞，并且打开小铃铛，大卫每天更新你就收到了通知。咱们明天见。